百变小厨房，不负好时光。大家好，这里是百变小厨房。谁的家里面还不会有个跳闸断线的时候啦？若是因为断线，我们都要去请一个专业的电工来修的话，那么这一笔费用就不便宜了。其实像这种的事儿呢，我们自己都可以轻松做到哦。很多朋友这里可能会说，接线我当然会。但是自己接的线头要么太丑不实用，要么就是容易断开滑落。其实对于软线接软线的接法也是五花八门的，相信很多朋友和我之前一样，首先把需要接的两条线上面的胶皮先去除一部分。一般情况下，我们在这样把里面的铜丝剪出来的时候呢，都会把两条线的长度剪得一样长。这个时候呢，相信大部分朋友的做法都是像这个样子，把两条软线纠缠在一起，往一个方向不停地拧在一起就觉得可以了。对于这种接线方法，相信是大多数人使用的，但是这种方式呢，有两个弊端。首先，我们这样接出来之后，可以看到它并不是很美观。第二个就是接好之后，在我们长期使用之后呢，会容易产生一个虚接的问题，尤其是用久了之后，这个问题就慢慢的显现出来了。到时候你就会发现这种接法并不牢固。还有的朋友会使用这种方法来接线，就是将它们互相缠绕在一起。以这种方式来接线，我们可以看得出这两条线它的接触面比较广，所以呢，这种接法也不容易产生虚接的情况。但是像这种接法呢，它也是有一个缺点的。相信用过这种接法的朋友都知道，以这种接法接出来的线呢，它的拉力特别的差。现在我们这个线已经接好了，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它的抗拉力。这样子看上去好像还挺结实的哦。那么现在我们就一边线上一个手，这样往两个相反的方向同时用力往两边拉，来看看。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，只需要我们稍微一用力，这个线呢就被扯断了。有些朋友可能会说是我没有把它们绕紧，那么你可以自己在家里面试一下，把它缠绕得更紧一些。尤其是男士朋友，那么你只需要稍微一用力，它也会被拉断哦。所以呢，这一种方式也并不是很实用。那么我们到底要怎样接线才能既牢固又耐拉力，并且外观看起来还特别的美观呢？其实特别的简单，今天呢就来给大家分享这个方法。首先我们把需要接的两根线取出来，将一根线里面的细铜丝分成两个等份，像这个样子分开，然后再分别将两股铜丝这样将它绕紧拧在一起。另一边的铜丝也用相同的手法将它拧紧。拧好之后是这个样子的，然后我们把拧好的这一根线先放在一旁备用，接着将另一根线也以同样的方式将它分成两份，再像刚才一样分别拧在一起。拧好之后也是这个样子的。现在我们两根线都分别拧好了，现在我们分别将两根线上面分出来的两条铜丝呢，它底部的1/3处，我们将它拧在一起。拧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，然后将另一根线也像这个样子拧起来，也直接拧到1/3处的位置就可以。接着将两条线这样子十字交叉，接着再像视频中一样把两股拧成一股。我们在拧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拧结实一点，拧实在一点，千万不要弄虚作假哦。
一面拧好之后，我们把这一面也把它2股拧成1股。像这种接线的方法呢，它的优点是接触面非常的广，不仅如此，它的抗拉力强度也非常的高。就算我们把电线拉断，它也不会分开的。到这一步还没有完哦，就已经很结实了。下面我们呢，像现在这个样子，再继续往这个方向拧。2面的拧成1股线的铜丝都要以相同的方式拧在软铜丝上面，缠绕的时候也是1圈挨着1圈，一定要紧实。像这个样子呢，就接好了。对于这种接法，首先我们来看看它的外观，还有接的方式，非常的漂亮美观。再来试试它的抗拉力。这个时候我们卯足了劲儿，将2个手分别往两边用力的拉扯。就算你力气太大，就算把这个电线拉断，这个接头它也不会被分开的。因此这种接法接出来的软线呢，它的抗拉力也是非常的强的。线接好之后，现在我们就需要把这个有铜丝线的地方将它包裹起来。因为我接的这个软铜线呢，它比较粗，所以呢，现在我们只需要准备一个吸管。如果你准备的线也比较粗的话，那么可以准奶茶上面的吸管，比如说香飘飘奶茶呀什么的，上面的吸管都可以。像家里面的塑料吸管，小一点的也可以，如果您家的线比较细的话。吸管的大小和线的粗细刚好吻合就可以，然后我们只需要将线这样穿进来。因为吸管这些都是用塑料做的，现在我们只需要用打火机稍微烤一下，它就会回缩，紧紧的贴在这个胶线上。但是烤的时候呢，一个位置不要烤得太久，以免把它烧着了。当然，如果我们家里面有热塑管的话，那么用起来就更加的方便使用了。烤好之后，我们用一块拧干的湿毛巾将它这样捏合在一起，让它更加结实。吸管的2边我们都以同样的方式将它靠在一起就可以了。看这样子呢，就已经接好了。这种方式接线的话，我们连电胶布都不用缠了。那么这个样子，这个接头我们就处理好了。不管怎么拉扯，你看它都纹丝不动，既安全又美观。如果你不想用吸管的话，那么还可以试一下下面的这种方式。家里面有热熔胶的朋友，现在我们可以将热熔胶滴在上面。我们在滴热熔胶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不要烫到自己。我们滴热熔胶呢，一定要细致，要将铜丝完全的包裹起来，完全的包在里面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都已经看到这里了。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那么请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一次点赞和支持都是我最大的前进动力，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。完全将它包裹起来后，我们用挤干水分的湿毛巾，这样将它捏合一下，可以让塑胶很快的凝固起来，让它更好的贴合在铜丝上面。看，像这个样子呢，就已经好啦。干掉后的热熔胶，它会没有那么透明，看起来有点磨砂状的样子，但是整体上看去非常的漂亮，也非常的完美。这种方式呢，就比刚才用吸管把它包裹起来呢，看起来要好看多了。这样接出来的接头呢，不仅牢固，而且耐用，还非常的美观。抗拉力性也特别强，就算是放在室外，不管是刮多大的风，下多大的雨，风吹日晒都不用怕了。而且呢，可以看到非常的柔软，随便拉扯都不会出现问题哦。所以以后家里面有些线断了需要接的，就不要再去找专业电工了，自己动手干吧，既省钱还实用，比请人回家接的线头还要更加的牢固、放心、实用。今天呢，主要给大家分享了一下我们接电线的一些小妙招，您学会了吗？学会的话，家里面有断线的就赶快试试吧。那好了，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了，感谢你收看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，拜拜。